感谢大家来到第一人称复述一个特别的现场。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特别的话题——认知症。这个名词呢，可能您会感到稍微有点陌生。认知症呢分为好多种，其中有一种最常见的，占到大概60%-70%的，叫做阿尔兹海默症。那这个名词可能您就听说过了。我被一个数字震惊了。到2025年，在全世界认知症的患者大概有5663万，而中国呢就占到了30%，是全世界最多的一个人群。想想这样一种病症会给多少个人、家庭、社会带来负担和痛苦。那么听起来我们今天好像要聊的是一个关于病症健康的这么一个话题，但实际上呢，我这段时间跟随着我们的纪录片团队深入的去接近了这些患者和他们的照护者，我发现认知症这个话题实际上不仅仅关于健康，它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去了解人生的历程，去理解生命本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跟年轻人、健康的人都有关系。所以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谈话之前呢，给大家先放一段小片子，是我们纪录片团队在第一线拍摄的关于认知症的片子。7月的成都迎来第2次高温。早晨7点，大厅里的老人们开始做手指操。85岁的李奶奶发现自己的椅子没有放在平时的位置上。不知道你混蛋，要钱你。5年前，李奶奶确诊阿尔兹海默症，经常不受控制的发怒。笨蛋！我是老百姓，我也是老百姓。你讲不出来就叫我是谁？阿尔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一种认知症。不要骂人家，骂谁呀？骂你呀！你放疯子！你大疯子，老疯子，你大疯子，这哈哈哈哈！你老疯子，不要脸！走，放屁你！天气越发闷热，84岁的苏奶奶本来应该睡觉了。就夏天家了，我给你脱个衣服睡觉，可以吧？不！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就脱一件衣服，就外套和袜子，我们把它救命脱了吧。啊！救命啊！快点来！有人要想见我。6年前，苏奶奶确诊额颞叶认知症，经常出现幻觉。我们去打他要不要的？走，好，不要生气，坐到。你还咬我吗？慢点。等一下。走。不能进去了，不能进去了。不能进去了。好，那我们出去。慢点。有强盗。好，我都跑不赢你了。雪莉奶奶，您有几个小孙子呀？我虽然退休，工作还在上班。雪莉奶奶，您有孙子吗？认知症是一种大脑的退行性病变，一旦患病，人的认知系统就会坍塌，完全糊涂。曹总，你吃午饭了没有？什么？吃午饭了没有？不用跟我商量。哦，
我是一个小人物。多大岁数了？多大岁数啊？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的岁数不小了。大概多大岁数？40多岁。差不多了吧？哎，你还猜的对的，40多岁呀。李奶奶，吃饭了哇？吃饭了没得？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哦。咱们大家都好，都是咱们的好同志啊！哎呀，小宝宝，快睡觉，你是我的好宝宝。你能告诉我你家里有几个孩子吗？ I don't know。我现在脑筋分不过来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问认知症老人的那些问题？您多大年纪？早晨吃的什么饭？您有几个孩子？这些提问看上去平常，却被现场的照护人员制止了，因为我们犯了一个大忌，在考老人们的记忆。几岁了？住在这儿啊。因为中国农工院的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了，哦对，你可以不问他的年纪，因为他不记得自己多大年纪了。问他吃饱没有，就是一定要在他把他的小碗放在你手上那一刻，你问他你吃饱了吗？他会给你点头，饱了。奶奶现在其实她的内心有一点点害怕，对，然后您也是她不熟悉的人。奶奶，雪莉奶奶，你是不是觉着这个灯光这些东西你有点不舒服？我也不想。哦，这弟弟是你。您早晨吃的什么饭？您有几个孩子？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个测验，而认知症老人注定会交白卷。每一次测验都是对他失败和丧失的提醒。不知道。猝不及防的刺激会让他们陷入深渊。你简直上是我回去跟你说，咱再算账。简直你们这是，这不是坑我吗？还是？像这样的老人都属于重度认知症，但在早期，认知症并不容易被察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老人总是给你抱怨保姆偷了他的东西，就是家里也变得不安全，总觉得周围的人都要害他。我们总是认为这是人老了以后的情绪问题，但很有可能这就是认知症的开始。没有的就是畜生激越是一种极端的症状。不打人，奶奶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不能打人啊！是认知症老人头脑中扭曲的世界。根本就没干哪，就在这边用。坐下，坐下。他们多疑、冲动、刻板的重复、失控的攻击，不要脸，滚蛋！有人也表现为彻底的淡漠。你走了，看你走了，往前走哦，往前走哦，往前你走，不抓滚蛋呐，快走！哎呀，哎呀，我给你洗脚。哎呀，你再拽了，我给你磕头来，我给你磕头，我给你来，我给你磕头，你干嘛那么折磨我呀？我到你家了，你一点都不记得我了吗？你千万别忘了我。吃饭了吗，妈妈？吃饭了吗？不吵啊，不吵啊。
热泪盈眶。是，我们这个片子待会儿会继续放，现在暂时按一个暂停键，看到这里。我想现场很多人可能心情也跟我一样，大家觉得非常的沉重。那么在我们展开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尹烨，生物工程学的博士。很多人说尹烨是口才好，我觉得其实是您的认知高。所以今天这个高认知的尹烨要给我们讲讲认知症，很期待。徐小欢，在这个养老机构工作了10多年，会给我们带来关于照护和认知症的案例。在我右手边这一位呢，在介绍他之前，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他和他母亲的一个短视频，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这是我妈，她今年91岁了。她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我印象特别深的那个时候，就是给她吃好多种药，她就含在嘴里，她就不吃。我就觉得老妈故意的。其实那些药整个放在嘴里也挺苦的，她能含着4、5个小时。其实她是吞咽出现问题了。但是当时不知道嘛，我就觉得老妈当时就故意跟我们在作对，那我心里一直就觉得特别内疚，因为那个时候家里人没有人经历过这个，谁也不知道老人到底是什么个状况，直到最后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病。它其实是一种病态，它是一种不能说，妈。他还是感受得到的，我觉得是严青雨，影视剧演员。但是您今天到我们这里来是另外一个身份，一方面是认知症患者的家属，对；另外一方面呢，您是中国阿尔兹海默病防治协会授予的科普推广形象大使。妈妈现在情况怎么样？妈妈昨天出院了，她前2天就是一口痰，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最后最怕的并发症就是肺不好，她就是肺炎，肺炎完了以后就一口痰一下她就晕过去了，昏厥了。当时也不知道她什么情况，所以就给住院了。我一看到这我就觉得，哎，特别作为一个女儿来讲，我就觉得我特别失职，我特别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儿，对，每一次一想到这儿我都会觉得自己很内疚。最早是怎么发现的？最早是我第一次发现他有点问题的时候，就是我每一天都经常会带着他下午去晒太阳，完了有一天呢，我就说带他去晒太阳，完了回来以后呢，哎，换鞋嘛，都要换拖鞋，怎么就找不着他拖鞋了？拖鞋到哪儿去了？哪儿都找遍了，就完全就找不着这拖鞋。哎，我觉得好奇怪呀，这不是怎么能拖鞋找不着呢？直到最后发现在。他前面是个那个就这个茶几嘛，茶几是带抽屉的，他实际上把那双鞋放到那个抽屉里了，他给放到抽屉里了，因为那个鞋怎么可能在茶几的抽屉那里面都是放的茶叶呀、什么牙签啊这些东西嘛哈，他放到抽屉，所以回来找不着拖鞋，满是找不到，到了第2天才发现在抽屉里，哎呀，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说怎么？老妈，那个鞋呢？你把它放哪儿去了？我就放在这儿了呀，我就放在这儿了。他就说他放在那儿了，就是没有，咯噔一下。真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太，但是那个时候还真是不太懂阿尔兹海默病。但是你已经非常好了，第一时间其实你已经拉响了这个警报，你知道是出了问题。对，有的人可能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是老糊涂了。哎，你这跟你说了这个放在这儿，你怎么会去指责这个老人？所以您真的其实做得很好了。其实我想我们如果就在这一刻去看这个问题，这代人类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啊。我们是第一代，我们是第一代遇到这个情况的，是这个样子。是的。因为49年的时候，中国人的预期寿命39不到，今天是79，对，全世界到了73，换言之是我们这代人活得太长了，对，而我们的技术又没跟上，这就是个本质问题。再过20年也许没事了，因为我们能治了，但是就恰好就这几十年是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大家可能在这一刻，我们不能只为这个现状感到悲伤，尽管这个悲伤是必要的，我们更需要去认知它成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机会去终结它？就是有一个好消息是
寿命延长了。一个坏消息是，伴随寿命延长会出现像阿尔兹海默症或者认知症这样的一些状况。对，是这个样子。对，80岁以上就20%。20%到30%，这么高，对，60岁以上就开始有5%、6%左右吧，60岁以上。就理论上讲，如果活得足够长，不干预的话，人人都是阿尔兹海默。因为我们的大脑总会越来越慢，越来越对。大脑不是为了人能活100岁准备的，就是我们自己在演化的过程中没有经过这一轮的筛选。它因为咱们没有特殊的药嘛，对，所以说在看护方面，我认为就是最重要的，对，其实我刚刚因为看视频嘛，因为其实刚刚讲到你们的第一次发现是吞咽发现，对，我发现它其实吞咽已经在我们的经验中后期了。其实它一旦出现吞咽，然后行走能力逐渐下降，其实它就是回归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你看它会比较淡漠，你跟它交流，它的反应能力是比较弱的，就是说基本上不会给你回应，所以它最后其实很危险，就是因为它吞咽功能在逐步的丧失，就会导致它整个的身体机能就会造成这样大的。对，没错，而且原来的记忆他记得特别清楚。你像我妈妈，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记得，多大了不知道。我问是不是党员，是，永远什么时候问她是不是党员都是70年的党龄，是不是党员，是，因为他人就是在调动他最深刻的一些记忆当中的一些片段，所以他为什么会伴随了很多的一些我们叫 PTSD 一些行为症状的出现，暴力的一些情绪包括出现一些殴打别人，其实都是因为他自身的这样的一些退化过程当中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能力。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很多的，包括刚才我在镜头里看到你妈妈抱着一个娃娃，对，就是其实特别喜欢抱娃娃，好多我们拍摄到的都喜欢抱一个娃娃。其实它是怀旧疗法里面一个很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方式，我们叫婴儿疗法，也有叫玩偶疗法，其实就是对女性不是她主动想抱娃娃，不是她看见她也会看见那个娃娃以后就特别高兴，你什么都不行，什么都没反应，但是你把娃娃一抱过来，哎，她就觉得这就是你小时候，是，就母性一种天生的一种。这个对女性特别，女性的认证长辈特别喜欢，因为男性老人不抱，比较少也有，要安抚他们的情绪，可能是对他的刺激可能就没有，就是所以女性长辈可能对于他们原来这个抚育小孩的那个阶段是美好的然后是他记忆比较深刻的，另外他会有安全感，然后他会感到一种安心，所以你看他很多他抱了娃娃之后，他的情绪就会很舒缓。所以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大家也能看到，刚才的片子里面女性居多。对，男性寿命更长，男性在这个岁数早就 over 了。女性更，这其实是更悲哀的事情，对吗？就是你看到的恰恰是幸存者偏差。为什么女性多？因为女性活得更长。我们数据上也是这个样子。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高1倍。对，它整体来讲，女性她本身的胼胝体大，就左右脑之间沟通交流信息多。所有不仅仅是阿尔兹海默，跟脑相关的，比如说抑郁，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情感障碍、焦虑，女性比例都高。当然，男性可能得其他的疾病的概率大，肿瘤，包括心脏血管疾病。男性不太自律，抽烟、喝酒、熬夜、打架斗殴、飙车，其实这一生都是你看男性各个年龄段他都是高危，所以我作为男性有的时候看看也就是这么回事日本的老先生结婚的能活81岁，不结婚呢60岁。因为男性是需要女性67岁这个陪伴和辅助的。对，我们说就没有老太太管着老头死得很快，是这样子。但是死得快，可能就没有阿尔兹海默这一步了，对吗？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先抛开看，它是一个跟年龄结构高度相关的一个疾病。所以这就是说，如果医疗条件不进步，医疗技术不普及，人类普遍长寿就是普遍悲剧。就不考虑年龄结构的集体所谓的长寿。这是个挺可怕的事情，它带来的一系列的负担，包括今天我们还有人照顾，可是我们今天的新生儿，今年700多万吧，60岁以上的多了2000多万，谁照顾啊？没错，就是老龄化跟少子化同时到来，这两个往往是同时来的，这两个祸不单行，对，往往是。但我们现在还没真正到来嘛，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说，在这一刻呢，其实就是要愈发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对策。就是对策。我觉得现在其实最普及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个，就是怎么样去诊断他是阿尔兹海默。到底他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经常忘事儿，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刚才那个尹教授说了，咱们的脑子有一定的退化和萎缩。那么
怎么样来确定他是阿尔兹海默病呢？我相信有很多80%的人都不了解和不知道。其实我们还发现，因为对这个疾病其实认知度不高，对，所以我们而且有时候，因为我们住养老机构都要做评估，有时候我们评估出来他其实有认知症的这个风险，希望他家属往往会回避。因为他不为什么呢？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他觉得老年痴呆多不好听啊，这个名字，对，很多人都这么说，他很难以接受这个现实，说我们家是傻子，老年痴呆，他就会。其实，而且在初期的时候，其实症状没有这么明显，就是他的一些行为，刚才提到，他只是可能记忆力有一些衰退，他还没有这么多 BPSD 行为的出现的时候，家属觉得，哎，他挺正常啊，他只是记性有点差啊，等等的，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阶段了。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早干预，其实就会好很多，但它就能延长吗？不是说是不可逆，不，它可以延缓，它可以延长时间，就你发病的时间可以延长。对，但是呢，就是没有药是马上靶向治疗的那种可逆的。现在好像有一些通过手术，还有一些针剂说有成功案例。最近因为我们的医院也有过，就是但它其实是。对早期轻症的，然后呢有作用，但并不是根治。但是往往早期是大家意识不到的，是的，就是当你意识到他这个病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已经是中晚期了。对的，所以你那些药，还有一个那个药具很贵，好几十万，对，一般的人是消费不起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尹教授说那个特别对，我们现在要加强我们的科学研究，对，把这些20年，就是说距离有我们有办法到能够推广20年。对，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几年对阿尔兹海默的认知至少比5年前要强太多了。对。这5年呢，还是因为2个重磅药物的问世，当然还是中期以前的伦卡奈单抗和多奈单抗，贵是没错的，26万，但是 PD-1 刚上来的时候也是几十万，今天降到2-3万，就是国产药物一跟上来，这个事情就下去了。当然这个过程中呢，现在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关键的，其实是我们的医生也不太对这个疾病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和了解。对。我们比如说你刚才讲我们认知障碍，就整个大的认知症谱系，这里面的细分几十种，阿尔兹海默是其中当然是最重要的一种，但是误诊率也极高。对，误诊率也极高。对啊，我们可能会把很多的疾病都混到一起去了。对，因为其实阿兹海默也好，包括刚才讲很多疾病是医生的一个诊断啊，我们更多的其实是在日常的照护当中，根据他的这种行为总结出来的，所以大概就总结出了我们叫五彩蝴蝶，就是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大家传统的会说，记忆力下降了，会怀疑啊，就是说有人偷东西啊，这个有人要，他其实是因为记忆力下降，他有一些空白。其实是没有办法来调出来，所以呢，他要补进去，就会出现自己把一些画面放进去。其实他是有感知的，他不是说今天变成了一个傻子，他只是说今天他发现他的记忆力在衰退过程当中，所以他会很焦虑、很多疑，其实他会很痛苦。但是到第2个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叫不出你的名字了，不认识亲人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就会处于时空混乱，我们叫绿色蝴蝶，就是这个阶段又加深了。对，加深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好像认知人都会想起以前的事儿，只是因为他时空混乱了，他回到了过去的某一个时段，他就把自己当在当下那个时段里面在生活。在认知啊，所以有时候大家说他为什么会过去的事情记得反而清楚，其实是他时空混乱的一个症状啊。我们就是最终还是要一个简单的诊断。我们在目前大家一般临床上来做这种诊断，基本是填量表。大家给你一个清单去打。但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填量表这个事儿就很不靠谱。对。我病人就可以故意隐瞒掉很多我不想让你知道的信息。我明明不行，我也不告诉你，大家都会倾向于这个。那么目前的证据呢？分子证据，最早。24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能检测出阿尔兹海默的。24。对，它是一个非常早期。它不完全是年龄，不完全是。对，它只是一种认知障碍嘛，它可以是早老性的，对，甚至是处于青中年的时候，对，还有遗传。就您的意思说，可能有一个人他从20多岁开始，他已经有这个病的因子了，对，然后慢慢会发展下去。是这样子，是倒着往前追的时候，现在是追成这个样子。然后最近的进展是直接用脑电。就能看出来他是不是处于阿尔兹海默这个状态，然后用经颅磁就能反向来调，用一种无创的方式，通过我们常规的脑电来判别是不是，再用 TMS 经颅磁来进行一个早中期的一个干预。刚才2位讲的都非常对，早中期的干预，我把他的这个病程往后延长，也是好的。我们有的时候说叫病得晚，走得安。潜伏期20年左右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好听的话，就是病得晚，死得快，就走这段时间不要拖得特别长。
因为阿兹海默最大的问题是，它对于整个其他周围的健康的群体，不仅仅是家人，对，包括照顾他的人，自己的生活质量也最终就比如说刚才，如果天天都被暴力行为，长期的这种护工，他自己都会出现对应的精神障碍。其实我之前也是，因为以前不是网上老说，哎呀，保姆打那个老人什么之类的。我一开始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是虐待或者等等。后来我因为也慢慢了解，大家都觉得请一个保姆照顾他都能够生活照料嘛。但实际上就是说，他也是个人。他如果24小时面对一个有认知症，而且他没有专业的能力去安抚他，有这个就是知道他的一些行为怎么去做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也很大。没有一个人能够24小时面对一个情绪完全是一个异常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为什么给这么多人造成痛苦？有一点是因为他对记忆进行了攻击。对，如果你是有的人，他比如说是肿瘤啊或者其他病，他可能自己感到痛苦，别人只是照顾。但你一旦记忆受到攻击，一下子就失常了。就您说的是对的，就比如说，哪怕是他是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照顾起来难度并不大。没错，因为他有自主意识的，是很。他至少脑子是清醒的，对吗？对。哪怕是植物人，其实我们就单纯从这个照顾的角度来讲，他的压力也没有阿尔兹海默，特别是到了晚期确实复杂，因为很多到了晚期阿尔兹海默的病人，你能看到他的运动能力还是很强。他叫失智不失能。甚至有的时候出去遛弯，然后又丢了，然后就每天都在不停的去。寻人启事，循环着这些事儿，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它可能会对这个常住群体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负担。这就是我一开始走进到他们这个患者中间去的时候，我发现，哎，怎么感觉看上去都挺正常的，就在那儿坐着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任何的。然后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因为我还有点，因为不了解，也有点小心翼翼，不太敢说话，不知道该怎么样。当你问他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你们说那话叫答非所问，或者叫已读乱回，就是那记忆的这个丧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吗？还是它就是按阶段？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所以本身来讲，阿尔兹海默的根本原因是免疫，是颅内免疫问题。它的基本成因，尽管现在业界依然有争议，但基本上是2种蛋白导致的这个问题。一个我们管它叫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就叫套蛋白。套蛋白，那简单理解呢，一个就是这条大街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第二是这个所有的这种通信系统都被缠绕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阻断。整体来讲，就是把它的通讯系统完全被隔离和阻断了，这是它的病理表现。就一个是堵上了，一个是扭曲了。对，可以这么理解。对啊，所以有一种说法说晚睡就容易认知症，就是因为脑脊液没有尽量清洗。对，所以它的本质是免疫问题，就是颅内免疫的问题。因为整个来讲，人大脑内的免疫。因为免疫系统是进入不了大脑深度的，我们有血脑屏障，大脑内的免疫主要是靠像我们的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它自己去维护的。所以当这部分的机制一旦失能了，那么各种各样的废物就进行大量的一个累积。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很好的方式让它能够清理掉，那逐渐就会累积到这一步。它是个逐渐的，就是大脑变成一团浆糊的一个过程。它的确是这样一步一步来，但它的分子机理是比较复杂的。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人长寿了之后啊，它实际上是跟人的这种社交开始慢慢的淡化。其实刚才提到，就是他孤独其实是最大的杀手，因为他长期不跟人交流，实际上我们叫说他没有感官刺激了，就没有声音、没有语言的这个交流，就容易其实他的大脑就是在这个。你说的对，没错。我爸爸因为去世很早。我爸爸走了都10几年了，所以我把老妈接到我这儿来以后，我当时就认为把她接过来了，跟我们儿女在一起就是 OK 的，我就该忙什么忙什么，因为我这个工作是这个演员这个职业，一天到晚在外面，根本就很少着家，我就觉得我好像觉得我是个女儿，我很尽责了。实际上他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关心，对，就是我后来等他得病了，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但当时没有意识到。如果那个时候我多给他一点爱，我现在为什么就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很自责很难过。你也不需要过度自责。我就觉得，就是当时没有给他更多的，没给到他更多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做儿女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大家，我周围不能说每一个，差不多都能听见朋友们都在说，要么奶奶，要么妈妈，要么家里的什么什么人，姑姑什么的。都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听到了吗？还全是女性。对，刚才您说的那个奶奶、妈妈、姑姑。对，全是女性，真的全是女性。可能还她有遗传的因，我都觉得我自己，我都想去查一下，我都觉得我会不会有老妈的遗传？真的，我觉得现在也不知道，我老忘事儿啊，都会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你要去哪里查？你光忘了几件事儿，你就能确认你是阿尔兹海默病吗？不是，人家说，比如说你忘了钥匙放在哪儿很正常，你忘了钥匙是干嘛的就有点问题。对，是这么个区别。还有你忘
了回家的路，对，那就是定向那就你一定可能就要去医院查一下了。是。刚才我们讲到少子化和老龄化是同时来，在中国还得加上一个城市化。对，因为我看中国这个就是说人口当中有认知症的这个比例这么高，我就去查了一下印度，因为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人多嘛，对吧？可是印度居然是非常的低。就有分析说，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印度还是没有那么高度城市化，很多人是祖孙几代住在一起，甭管大家高兴不高兴，全住在一起，它就有一个环境的刺激。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新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记忆的这个丧失，让我就认识到记忆这件事情也很神奇啊。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位患者叔叔，我看他居然一直在跟别人下棋。我也想下棋这个事儿不是一个对记忆很高要求的事儿吗？他棋谱记得很多，可他居然呢，他经常会走失。如果他在家里就会走失，在照护的这个楼层他就不停会跑圈。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人他记忆里面连棋谱都能记得，但是家会记不得呢？最极端的现象就像一部分的自闭症的孩子，他是印刷机式记忆。有的人钢琴弹得特别好，是音乐，但是他可能常规的工作他是执行不下去的。所以记忆本身呢，它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中央记忆和边缘记忆还是很不一样的。实际上大家也都讲到了，它有一些记忆是非常的牢固的。记忆呢是非常多的神经元产生的一些连接，而且经过反复大量的刺激，连接这个牢固的程度，就决定了这个记忆就这条回路是不是足够的清晰或清楚。当然，如果你的核心的一些记忆区，如果被各种各样的刚才讲到的这些有害的蛋白去阻断，甚至有的时候一些极端的情况，外伤，刚好这个脑区被干掉了，比如说突然一个外伤，有一个管子，或者有一部分人因为癫痫做了一部分手术，切多了，那很多的这个区域它可能就被拿掉了。它还是有物质基础的，就记忆不是单纯的所谓的就是我们自己通过运算而得出来的一种智能的行为，有一部分是我们叫归纳，有一部分是演绎。所以下棋多多少少还是有逻辑在里面，它是有逻辑在里面，它是基于当下情况的一种推演。但是对于时空的记忆，这个很多的东西，它确实可能已经动到了它的其他的一些非常复杂的脑区了。我们其实说科学好像说是音乐是最留到最后的，最难以消磨的，所以我们很多就用音乐疗法会很多。就是说，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有很多的认知老人，他其实已经对别的感知度很低了，但他有音乐的节奏，他就会有反应。所以从小弹钢琴还是对的，对吧？不光是从小弹钢琴，是任何的时期都要学一种乐器，永远要学一个乐器。就刚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过《寻梦环游记》嘛？对，就 Coco 嘛。对，最后是靠弹吉他，把他的 Coco 奶奶给叫回来了。记得吧？最后跟这个有关。Remember me， 对，就是在说你必须想起你的爸爸，你想不起你的爸爸，他就回不来了。Mama Coco, your papa, he wanted you to have this. Mama, wai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所以这个人啊，他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有时候很有趣。我原先以为仅仅是按照时间顺序，就是说他最晚获得的，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吃什么，是最早忘，然后最远的，比如说你的小名叫什么，是最不容易忘。我原来以为是这样，但我仔细看又不完全，很有趣。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社会属性啊，比如说我们不能乱打人，不能大声喧哗，这个都忘了。可是他的社会身份，比如说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记忆照护区，它的门上面，有的人是坚持要写上我是什么什么院士，什么什么校长，对吧？他对这个社会身份记得特别牢。然后你会发现，他就算什么都不记得了，有的人他可能曾经是一个地位非常显赫的人，他就是坐在一群认知症老人中间，他坐的那个姿势，他也是个领导的姿势，都还是一个领导在开会的姿势。就为什么人对这个社会属性的事儿还记得这么牢？我是觉得是人不管在某一个阶段，他的身体包括他的他的尊严感，其实我觉得是骨子里的。其实社会身份是他最引以为豪和。或者说保留尊严的最后一部分，我觉得是他就是顽强的去希望去链接这个社会和这样的一个职业身份。所以的确，您刚才观察对，就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认知症照护区里面，有很多的职业身份感很强。我们有很多我们叫走上讲台，就因为他就是老师，我们布置出讲台来之后，让他仍然回到这个讲台上去当老师的时候，他一下子整个的一个就是身份感和价值感的一个认同就差别很大啊。对，还有一个开玩笑，这个男性女性有区别吗？这个没有，但是我跟你讲，你刚才讲到领导，我们开玩笑，其实有以前那个虽然是搞笑，他也说，因为有一个人他以前是领导，他每天可能以前估计开了大量的会，所以他每天必须招我们的护理员给他开会，就是他希望他以前的一些固定的一些行为方式，他其实希望能够去存续延续。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他的自己的这种尊严特别特别重要。完了你在照护这些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你不能那种摸着他头，哎呦宝宝真乖，哎呦什么什么，他心里是不舒服的，因为那个等于你是不尊重他的。一定不能那样。原来我都不知道，哎呀老妈你真好，哎呦你真不可以那样的。你是等于完全，他就是人的这种自尊呐、这种尊严是真是他应该都是第一位的。说有一个男的，有个老人，他就是校长，每一天都要找那个都要出来开会，找那些哎那教师什么主任呐、什么这个主任怎么3个主任都才来俩呀什么的，就这种的。所以他们就给他弄了一个校长室，对，挂着他的牌子，挂着他的名字什么的，每天都到那儿去上班。需要爱，需要被尊重，对，这是健康的人和认知症的人的都是基本需求。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照护的方式，可能也可以从这个渠道切入。是的，是。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片子。曹泽熙爷爷曾是抗美援朝的空军飞行员，为他举办的这场人生报告会，服化道齐全。我的人生故事的一个活动。我的人生故事，他的人生故事，您的人生故事，您的人生故事，对，我的人生故事。哎呦，您看来是老兵啊，老兵。台下的人举着红旗，但他们已经记不清早餐的味道。台上的人带着勋章，你看大家在这里听你分享一下你的人生故事，讲述着自己都记不清的往事。曹泽熙又怎么成为航空界的风云人物啊！年轻的照护者精心陪伴的这场表演，看上去荒诞。我在导弹火箭研究院那儿当过兵，好厉害！但背后是最深刻的照护哲学。好，谢谢我们曹总。曹总回敬。哎，经理。在这短短的1个多小时里，我们相信，曹爷爷真的回到了他热血的年代。1、2、3，敬礼。照护不是给予怜悯，而是郑重对待。家的方向，爱的守护。本集节目由泰康之家高品质养老社区赞助播出。那您在这个照护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家庭、个人去照护，那最难的是什么？是使不上劲儿。最难的是使不上劲儿，是照护当中的点点滴滴。原来都不懂，原来都是说老妈你吃饱了没有啊？你吃饭了没有啊？你叫什么名儿啊？我是谁呀？对对对对。当有一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就特别难过。其实这是很错误的方法，是不可以这样的。老年人就像刚才说了，你不能给他任何的
多余的这些，他也会很难过，因为他知道自己答不上来。说不上，我有一个困惑，这个子女不是已经跟老人是一直生活在一起，应该也属于非常深层的记忆部分。为什么能记得自己是党员，或者是校长，或者是院士，不记得子女呢？这个就是他是时空混乱，他不是说刚才讲的一步步的记忆的倒退。他是时空混乱以后，他可能就回到那个他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那个时空里面。那时候可能还没这个子女，就所以他其实有一些老人，比如说他觉得他是没有儿子的，说他经常把儿子当成弟弟啊，他把自己当成，他把我也当成他把自己当成40岁的时候，对他把自己当做20岁的时候，在那个时空里面，他的记忆停留在那个阶段了，所以这个阶段里可能没有这个人。对，所以我们大脑是这么来工作的吗？这个大脑挺有意思的。我爹2次濒死体验抢救。醒了以后，我都说看到什么了。哎呀，因为我是经常会问他这个问题啊，我们见的太多了。我爹都跟我说斯大林。啊，看到斯大林。他41年出生的，当时对东北人来讲，斯大林是什么？共产国际的头啊，他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说，党员这个事情，可能对您的母亲来讲，她是内心最大的荣耀，也是被反复强化的。因为这么多年，我党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是的。这个过程中，但他始终觉得我是一个党员，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来讲，要比他有几个子女，这子女到底谁是谁，这个还是有点复杂的。而这个就是我一个身份的一个简单的认同，往往是产生在他比较幼年时期的一些最深刻的底层的记忆。这东西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濒死体验是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大脑极度缺血的时候，你只能因为很多的区域都被关闭了，只剩下就一部分还能够工作的时候。那么他会想起这样一些特定的一些事情，而且还有一个，他其实是最后回归到我们叫自我的世界里面。所以你看，他所有想起来的事、记忆的事，都跟自身有关，他不会去想起别人的事儿。就是包括其实子女，其实他慢慢其实跟这个社会的在断开他的连接。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到紫色蝴蝶，就是回到自我的一个它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了。所以他想出来都是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过往的一些事情，包括自己的一些连接点，但他不会关心我的子女还在哪。他的记忆里面已经不会再去往这个方向。他没有社会连接的这个。对，我妈妈看见我的时候，第一瞬间，她看你半天，哎呀，突然认出来是自己家人。我问她，她原来老问她我是谁，她已经叫不出来了，但是她一下就特别灿烂的笑了，完了就跟你说一堆的话，你完全不懂的，就是她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又是什么村里抗日，反正就是她说一些别的话，完了我们就随着，哦，是吗？太好了，就得。随着他，顺着他这个方法特别好，就得去认同他，对，就认同他。我以为是因为其实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都只能彼此陪伴半生，就这个时间的长度还是比较短。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对吗？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他最后剩下的那个最深的就那个记忆啊，很有意思。就是有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讲这个认知症，题目叫做。我依然在这里 ，I'm still here。对，他其实就在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他很多记忆都丧失了，很多这个功能也在退化。对，可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在这儿，而且呢，他其实还在跟这个世界发生着连接。我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有一次跟一个就认知症的老人，就是他有这个照护员陪着他去散步，就那个推着他，去散步。然后呢，我就看到。地上有叶子嘛，我就捡了一片红叶给他看。他能够认出来，他说这个叶子红了很多，是深秋了。我当时我惊讶了，就是他记不得自己的子女，就你问他就你有没有孩子，他说他全忘记了。他说这是深秋。哎呀，他说我经常来这里，这里附近都是枫叶。我当时特别震惊，就是从这一个点上，他还在告诉我，他是一个跟这个世界有连接的。你可以说是个完整的人格吧，对，还是个人，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想，我们仍然要照顾他们，因为他人的所有的需求和这些都在，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他还在这里，这个包括他用的语言，他说他就回忆说他以前是教语文的，他说他想说他听到很多人在讲不同的方言啊，他用了个什么形容词？他说他们说的话五颜六色的。哎呀，你如果他是个小孩，你就会认为他说的是诗的语言了，对，五颜六色的语言，五颜六色，对。就是我就发现，我们其实经常能在一些残缺的个体上，去看到完整的人格和人性是什么样子，更纯粹。其实我们更能知道，其实完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就像我一直讲一个案例，可能会有参考吧。
就是当时这个就是金庸笔下的一段话嘛，就是谢逊因为杀了很多人，最后大家都要围剿谢逊，你得还我命来。和谢逊，我们那个《倚天屠龙记》对，我演的金华婆婆，对啊，没错，是的，对，跟谢谢逊全是跟谢逊的戏，没错，对，紫山龙王和金毛狮王，是的。到最后这一刻的时候呢，就是谢逊决定自己走了，然后大家就要去，总之就是还是要为很多被谢逊杀过的人去做法事。张无忌就直接问少林寺的方丈。就我们烧这些纸啊，他们真能收到吗？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吗？然后少林大师这几句话，这是在我初中时候看的，印象非常深。就是幽冥之事，实在难说。但是施主啊，你可想过超度的乃是活人？你超度的是你张无忌自己，跟这些人知不知道有关系吗？就像您刚才觉得您在自责，我觉得，因为您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论心不论迹了。只要有这份心，你就是最大的救赎，是对自己的救赎。妈妈不知道，但是你在救赎，你的孩子看到了，这就是您讲的，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人？到底物完整是完整，还是心完整是完整呢？某种程度上讲，心完整就是完整。如果本身这个病患，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本自具足的，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我们其他人只要是顺从就好了。不是所有的生命的延长都是有意义的，否则为什么会有些国家安乐死合法呢？生命也不都是无价的，生命是有价格的。您是有条件，那没有条件的呢？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到一个平面上去综合的去考虑这些问题。然后义军其实最重要的其实是，我想对所有人说，就是要珍惜当下。当爹妈好的时候，当他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更好的处理吗？真是。很多人问我说，我怎么防孩子是不是自闭呢？我说防不了，因为自闭不是生下来就自闭，他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但一定有一部分人，他也可以自闭，他也可以不自闭。他说：“那你能测出来吗？基因能测出来吗？我测不出来，你就把他当自闭症看，你多陪陪他又能怎么样呢？你不是怕他自闭吗？你就把他当一个自闭症孩子去养。那假定他不自闭，你就多花了一部分功夫；假定他恰好是中间状态，你不就把他给拯救过来了吗？假定他就是自闭症状态，你是不是把这个事情给延长了？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所有的这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当我们还是健全人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用残缺的人格去对待他呢？为什么要对别人去发火呢？为什么莫名其妙的要指责别人呢？其实这个才是，其实看到阿尔兹海默或者所有的我们类似的疾病，我们其实就是要反诸求己，思考一下，当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且我们固然没有认知障碍了，难道我们不被贪嗔痴所束缚吗？我们不在一个确定的空间里为了名利去奔波、去追逐、去劳碌吗？其实这些事情才是我看到的，因为城镇化形成的家家割裂，包括现在老年人还叠加了一个老年人用手机的概率是高于年轻人的。对，半夜睡不着都在刷手机，都在那儿弄。你可以查他的手机时间都是极高的。其实这些问题，我们是科技进步反过来带来的副产物的受害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认知症，就是我们都有认知的缺陷和障碍。是的。好，我们继续看这个片子。宁宁53岁，她的妈妈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已经8年了。人呢？将近3000个日夜，女儿随时陪护在她身边。周末才能起来。大点啊！吃完拉粑粑让人拉不出来。但不论宁宁怎样努力，那人呢，都无法让妈妈满意。行了，不热了。我不吃虾。那不吃片吃皮啊？那我能有个要求不？我能有个要求不？你要求说呗。啊？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我自己的时间？那这个我怎么不给你这事？我对你不好，
看得太紧了，是不？下回不是。你让我有个喘气儿的时间，行不行？你现在这大了行，小了时候看得见，大了没看见。妈，我也50多岁了，我也没有几年活头了。你让我有点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行不行？行。其实照顾儿子海默症老人，真的就不是一日三餐那么简单。你越是想他过得好一点、正常一点，越难。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坏良心，都合计他不行就走了吧，太遭罪了，看他这样。妈妈的脑子病了，女儿知道这不是妈妈的意愿，而是病症发展的必然。一直以来，宁宁都想求助专业的照护机构来照顾妈妈，但是顾虑重重。你在这儿挺乖的哈。王爷爷已经不能自由行动，60岁的女儿把他送到了养老社区。他们都喜我给爷爷搭一个毯子。爷爷，哎呀，好高兴呀，是不是今天？顾虑大呀，我们当时很不放心，说实在的，很惭愧的。我们当初也是看到有些资料，这个养老院，那个养老院对老人不尊，对老人不敬哈，有打有骂，还有我们心情很沉重啊。好，我很爱你的是哈。我还是比较理解我们的家属的，因为他确实可能无能为力了。因为他如果说真的是自己能照顾，我想他肯定也不会想把长辈送到我们的养老院来，对吧？郑霞25岁，她工作的区域叫做记忆照护区，这里居住的都是患有认知症的老人。那天应该是在中午长辈午休的时候，我们去查房，就还没走到门口的时候，就闻到有味道嘛，就是臭臭的大便的味道。推门进去就看到我们的墙上是大便，满墙的大便，大便从裤腿掉下来了，然后自己捡起来，他会自己去抠，然后就把屎抠了之后，然后刷在墙上，然后到处扔。然后就有一次的话，我们一进去，然后他手里还攥着一坨大便。也有会抹到我身上的一个情况，我就去拖，肥皂盒就洗。当时我天都塌了，真的是天都塌了。有大便就上大便，有小便就上小便。第一次给接受老年人这个抠大便的时候，我当时我是内心我感觉我真的要去抠吗？我真的要那啥吗？我内心我很困扰，很困惑。家属，每天的晨护，王月都要重新介绍一遍自己。我是王月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开窗帘啊！哎，真好，又活了一天，我的记忆力差了。还好，我给你洗洗屁股啊！你先等我一会儿，好不好？给你洗洗屁股。别，别我等到我晚上我自己洗。行。哎呦，真给我洗呀！对呀，每天都要洗的，有水冲一下啊。那不都底下湿了？我给你垫了东西。对。哎呀，真不好意思。哎呀，没事，阿姨。他们有的时候是会打你，然后会不理解你，但是他们就是生病了。哎，郑叔，安抚郑叔，清香有自己的办法。巴黎的卢浮宫都被抢劫了。清香又给15个老人准备好果汁。再喝一口，秀阿姨。连李总的象棋都下完了，清香才来叫邹阿姨起床。上午9点了，该起床了啊！吃点。滚你这滚蛋！干嘛呀？讨厌死了！咱等会儿还得吃早饭呢，走。去你边的，滚蛋！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生病了，他们也很不容易的，就现在这种状态也不是他们能控制的，所以说我就想对他们好。就这个样子。那你怎么哭了呢？这会儿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平常虽然我没有说啊，就可能很委屈，但是我觉得一说起来，我就想每天看到他们15个人在这儿，我就觉得挺好的。
我去给你拿饭去啊。谢谢。哎，好，做好了，咱们一会儿做操，锻炼身体啊。7.2。7.2。这个刑就是被委屈撑大的。你每天变得强大一点，每天变得强大一点，后面你就觉得，不管他出现任何异常行为，我们都可以包容他。1、2、3，你转，坐。慢慢来，哎，好嘞。因为那时候刚来，刚开始1个星期，我特别难受，我都想跑。你们是一个大学生，你们怎么来干这个？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他家庭条件是不差的，一来这个我干不了，他吐口水了，打我了。就前段时间有一个小朋友直接嚎啕大哭，都不认可我。其实我妈妈不认可我，我妈就说你不行你就别干了，你就回来吧。然后但我爸就跟我说，你自己你都不认可你自己，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你还指望谁能认可你？谁能认可你们这个行业？当时其实这句话很触动我，我就感觉我爸他说的挺对的。然后我想，那我就再试试，不行我就换。我刚开始来的时候照顾了一个顾阿姨，因为那个时候有点想家嘛，然后就给阿姨说，我就说顾阿姨，我有一点想家。然后她说我抱抱你啊，就这样子。当时我就感觉很温暖，我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家人。后来我就坚持到留在这里了。嗨，我来了，早上好。然后李婆婆上面假牙有一颗脱落了，放在假牙盒里了。下周3去看看能否维修。26，肖爷爷就是今天中午把大便也在床上了，我们已经给他洗了。天气最近也是降温比较凉，然后穿衣服现在就是在浴室里面穿，一定要注意防感冒。日落时分，世界安静下来，但这时却是认知症老人激越高发的时段。你怕啥子嘛？呸！吴奶奶把我们的摄影师认作了坏人。身份证拿来，身份证拿来。哪个了？他来咋子？哦，那你先坐，你先坐。我们正常人觉得，哎呀，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嘛，或者说，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不要去反驳他。哪个？你跟我说，我们要去调查。金红说，这个陌生人其实是公安局派来的取证人员。那是警察派来的，还要录像。哎，这样子。我一定要把那个事情解决了。哦，麻烦了。没事没事。麻烦了。哦，感谢了，感谢了。你不管他。感谢了。不纠正他们的胡话，不揭穿他们的错误，因为照护者们知道，那些激越背后是无边的恐惧。他们和老人们站在一起，随时随地进入角色，展开一个个小剧场。刘远厚爷爷86岁，曾是心脏内科的专家。这是他20多年前上过的杂志封面。每天他都在整理自己这辈子的荣誉。他有这个帕金森和合并的这个认知症，腔隙性的这个脑梗。每天就是到了那个傍晚的时候，他的日落综合征出现各种异常行为。对窗户就是喊救命啊，自己躺在地下这种情况就是重复性的一些行为。我相信你，我怎么不相信你？你看吧。好。这位爷爷他其实挺让我们头痛的，就是在楼层上小伙伴照顾他的话，就是基本上是不敢离人的。靳琼精心组织了一场会诊，请刘院长重出江湖。刘院长，你今天穿这个衣服看上去特别的帅哈，就好久都没有看你穿这个百搭褂了。刚开始，刘院长连听诊器都不认识了。就是你看一下有没有声音，放到我的脉搏处，咱们听一下。这个放到耳朵上面。对，你先听一下我这个手上有脉搏，这个还可以用吗？听一下这个地方。听到脉搏的瞬间，大脑深处的记忆浮现了。可不可以听见？他把听诊器移到肘窝肱动脉处，因为那是判断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关键位置。等会儿你就代表医生，然后你就代表护士，然后我也就是护士。刘院长，你好。你好，刘院长，久仰大名。
是不是太劳累了？扮演心脏病人的也是年轻的照护师。不会引起的静脉炎症，把他静脉血管的内膜侵蚀了。首先要疏通这个血管。对，首先疏通。首先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静脉血管出问题了。来问诊的也是同一楼层的认知症老人。我还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那咱们先让他摸一下，听一下，好不好？摸一下。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好。不知道。这个下午，刘医生也回到了熟悉的心脏内科。心跳不快不慢，慢点哈。年轻的照护者知道，衰老可以模糊过去，但不能湮灭一个人存在的价值。给病人看完诊，刘院长也该吃自己的药了。你是谁？你是谁？Who are you？ 哎，对，他曾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是凉粉啊。他曾是四川人艺的话剧演员，倍儿棒。他曾是一名野战部队的军医。那非常非常开心是什么样子？嘿嘿嘿。但现在，他们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喂饭，再来一口，喂水，搀扶，经年累月。年轻的孩子们用细密的劳动，接住这些正在坠入深渊的迟暮灵魂。脚紧紧，然后脚趾门是不是？哎呀，好得很喽，舒服得很喽。小夜灯留好，蚊香叶打开，肖奶奶喜欢的小兔子帮她放在床头。居民也会关心你，你冷不冷啊？你热不热呀？这种很暖心的画面，或者是他的一些举动，感觉就是他觉得很可爱。我的付出是有价值的，他们笑了，我就笑了。我出汗了，你吃饭了。我出汗了。你出汗了。哎呦，好凉快呀！好了，你们这些话不说了，都很伤心，不哭了啊，好不好？奶奶，擦干不擦干会有脚气的嘞。他们吃过同龄人没有吃过的苦。不打人，奶奶不能打人，不能打人。一颗心被苦难磨砺的坚强。没有人气你，倪老师。走走走。那天就突然抬头就看到那个云，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很舒服，就是开阔，就是你可能会有些时候你的一些压力就没有了。那他很好。倪老师，那你觉得你这一生过得好不好？很好，很好。照顾认知症的老人，就像捂一盏快灭的油灯，每个人都知道，它不会再亮起来。太阳快要下山了，我跟他一样的，我也下山了。可只要全心全意，护着那点小小的火苗，它就能温暖地走完最后一程。我们现在的工作，我感觉它好像不像工作2个字，它有点像，就是我们的对象是以生命，就是我们是用生命去陪伴生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好朋友。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是你呀。哎呀妈呀！谢谢你。谢谢。啊，感慨万千，感动。在座的啊，也有2位就是在片子里头就这个闪过使用这种共情的方法去做照护的，从四川从成都和这个武汉来的2位照护师啊，你们能不能分享一下？来，静丹和高鑫。各位嘉宾好，就是现场的观众们好，其实我挺激动的。我想的话就是，
我想的话就是我在这个认知症长辈的照顾过程当中，我让这个家属他把这个居民送过来，他安安心心的放放松松的把他就是送长辈进来的这个阶段哈，就是完全是2个状态。他从开始送来，哦，你们行不行哦？哦，你们这个方法可能和我以前不一样，我接受不了。从那种否认到慢慢，哎，你们试一下嘛，哎，你们这个很好，我就觉得我们的小伙伴就已经很有价值了。那我问问你们自己做这么繁重的就是繁复的工作吧，而且我看有的时候真的确实会有这个激越的行为，有刻板的行为，你们自己会有崩溃的时候吗？其实会有，包括我自己。我是2021年的9月份到的第1照护区，当时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规范的这个体系疗愈方法，所以当时觉得，哎呀，我给我领导说的是，我说我可能干不久了，我要么下去干得很好，要么就走人了。然后，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下来第1个目标，我就是说，我说我能在前台安安静静的、平平静静的，就是这种比较放松的做8个小时，我就达到了我的第1个目的。到了3个月以后，我才开始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哎，我到底要干嘛？谢谢。旁边这位高鑫，你应该很年轻，您多大？24岁。哎呦，好年轻！24岁，24岁。然后00后，你每天看到的都是认知症的老人，重复的刻板的行为，这些，你是什么感受？其实老师们也说到了，是相互治愈的。就是有一个例子吧，就是那个奶奶她是有激越行为的，经常就是会骂人，很脏的语言，然后也会攻击，会打人。然后呢，我们把她转移到房间去了之后，做了很久的安抚工作。我当时是以这个借口，我说，奶奶现在1点多了，我有点困了，我昨天晚上上晚班好累呢。我说可不可以睡一会儿啊？然后奶奶说，哦，那我们快你到我床上来睡一会儿吧。我房间很干净，你到我床上来睡一会儿吧。然后当时我的确是有点困了，然后一会儿就可能一会儿就一下子眯着了，因为当时奶奶激越折腾了很久，一会儿就不小心眯着了，然后突然之间我突然惊醒了，好像是知道不能睡觉啊，然后一下子惊醒了，醒了之后，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奶奶没有睡，就是她在旁边真的就是这样一动不动的，眼睛睁着，我当时吓到了，我说，奶奶您怎么不睡呀？她说我睡不着啊，但是我怕动了之后把你冻醒了，就是这一瞬间我觉得，就是平时这么激越的一位长辈，就是这么蛮不讲理的一位长辈，这个时候这一瞬间治愈了我，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群体里面，不管长辈有什么样的异常行为，但是呢，我们都是相互治愈的。我再先问问尹烨老师，你刚才看了以后，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没有特效药的疾病采取的叫非药物手段，是，您感受如何？他是给未来留下希望。太阳是会下山的，但是第2天太阳还会出来嘛。所以他们照顾这些老人，并不是希望这些老人能怎么样，可是有人在看着他们，就像台下的观众啊。人类是通过我们的代际延续了这种爱和文明。所以实际上最大的感觉就是，就像潘多拉的盒子都是不好的，但最后出现那个词叫 hope， 最后是希望。我奶奶是106岁走的，但是80几岁的时候就基本上脑子还清楚，但身体是失能的，所以我大姑就整整照顾了20多年，带上2个女儿，这全家人就照顾一个奶奶。所以什么叫7姨之年？7姨就是盼着别人来照顾她。10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7姨的，他很少有还能够再去自理的。我奶奶到了最后几年的时候，可能很多事也认不出来了。我很自豪的是，我是她唯一一个能认出来的孙子，每次都还能认出我来。当然给她把琴，她就开始弹琴了，特别就会弹中国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跨过鸭绿江。她是幼师，抗美援朝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刚好当老师，他就拿着琴就可以弹和唱，是这个样子。
后来我奶奶走了，走了以后呢，其实我大姑就变得空荡荡的。我大姑是1939年出生的人，到今年也86岁了吧？她就变成空荡荡的，因为她突然觉得，哎，我没个妈照顾。他缺少了他20多年的这个，就他的朋友不在了，尽管到最后他到底是啥？他是个互相陪伴，其实是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大姑也有症状了，然后就变成了他的2个女儿在进一步去照顾他。我们什么叫孝道呢？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只要一回去，就拉着他们来拍视频，拍当年的视频。咱们就说啊，从我奶和我爷爷开始说，咱们就从我奶奶结婚的时候穿婚纱开始说。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今天我大姑的2个女儿，就我的姐姐也都60左右了，那他们就重新的让我又看到了我大姑的影子，然后我们这后面的小妹们都看着，这不就是这个片子给我们的故事吗？它使得这个民族最后的我们叫文脉，或者是一种向心力为核心的这种家的文化，这几千年的传承没有断呐，这就是这个最根本的意义，不在于他照顾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而在于他给后面的人留下了什么。是，我在有一段我看您发的有一个视频，就是在就是您拍的那个模仿，就认知症的人，他们是他们的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儿？很多评论，有的评论我说实话挺恶意的，就会觉得这样的人他对社会没有贡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对对。但问题就在于所谓的没有贡献或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怎么判断？你今天说有认知症，你觉得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明天你可能这个线再往底下拉，你说这个人他不能够工作了，可能就没有意义，或这个是没有底线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他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就像说的，就是刚才跟您说你和妈妈，我也有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它存在就是对我最大的价值，就是等你失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失去它本身存在。可能对我来说，我失去我妈，就是在未来的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价值就是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个体的价值的判断不是一个唯一性的。今天就说我今天为社会没有做出贡献了，但是他对我个人来说，或者对我父亲来说，或者对某一个人来说，他的存在有时候就价值。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也会看到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都会变老，有一天我们可能是这样或者那样，不能说我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的大脑出现了问题，我就要被社会给抛弃，就是或者说我就是应该是这个早点去结束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其实刚才这片子里面有很多的，它是有回馈和有反应的。其实我刚才最感动的那个是那个阿姨说，我问她这个人生好不好，她回答了一句好。我就想了想，对，我觉得她好，其实不只是可能过去。是对当下，就是其实它是对你的一种非常大的认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照顾这些人的这个小伙伴来说，他被他的这种就是通过他的专业方法，通过他的专业能力，能够帮助他过一个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价值的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互的双向的。我们在那个新加坡拍一个片子，就去一个幼儿园。然后呢，他们叫全纳幼儿园，就是吸收所有不同状况的孩子。有的孩子真的是身上挂着就是这个水瓶子一直在抽水啊，大脑里面在抽水啊，还有那个唐氏综合症，比如说，那都跟健康孩子就在一起。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你不要以为都是健康的小朋友在帮助残缺的这个小朋友。他说有一次，比如说有的健康的小朋友，他也会有情绪崩溃啊，他也会就闹啊，然后那个有残疾的这个小朋友就会跟这老师说，给我的朋友一点时间，他都知道这是什么，他理解，这是一个相互的。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人性的温暖，真的是对，所以我觉得刚才就是教授说的特别对，就是说我们珍惜当下。珍惜眼前，做好自己该做的，我认为对我都是做的，都是给自己今后做的。但是在我刚才看来，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个笨办法，对吗？但是它是科学的，它其实是有方法。但是我说笨办法的意思是用人力嘛，我们用人力，然后用演戏，大家顺着他们这个方法。非药物疗法，非药物疗法。刚开始就完全不懂，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老妈你真乖什么的。我就有一个感受，我就是说，你照顾他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想，就是你就觉得他是个病人，你所有的东西都能化解。我刚开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些就是像你们这些孩子们都非常棒，非常专业，做得特别好。但是作为就是家属，我们本身自己是带有情感的。是的，原来是跟妈可以交流的。你是我妈，她是不客观的，对，有情绪的。怎么突然一下她成这样了？我妈怎么不认识我了？对，怎么她这么无理了呢？你就是你有情感需求。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有一天豁然开朗，我突然一下就。他就是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病以后，我一下就觉得天哪，这是他生病了，他是个病人，所以他是病人，我就开始所有的在改变，而且我从女儿的角色变成一个照护者的角色，对，我就发现就是真的是不一样，因为阿尔兹海默病太重要的是需要你照护了，对，太重要，就是他最后完全是靠照护，这个。人生如戏啊，其实还真是的。人有时候就得带入角色。刚才像尹烨老师说的，如果有人问你，我这孩子我能不能先查出有自闭症？不行，你就当他是这样，你就会宽容很多。然后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得体会，可以跟如果有家长可以分享哈，就是我看到了在网上说跟这个就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不要说的5句话，叫做你怎么又忘了？你怎么老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就是不听。对，你以前怎样怎样，现在怎么会这样？你必须要记住什么什么，或者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不能讲这5句话，因为他们其实还是能够理解你的话，这是对他的一种否定，是吗？他只是其实他本身就是很恐慌的一种心情，所以他就会很焦虑。然后而且人的大脑也很奇怪，他不允许自己空白，所以他就会自己去补一些东西。所以刚才像问的这些问题来说，其实。他在想不起来，无法回答你，甚至你有时候问我叫什么名字啊，我是你谁啊？不能考他，他是有羞耻感的，他已经进入那个战与逃的那个对，因为他觉得我怎么可能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所以他就会有情绪。所以他刚才不是介绍，他这时候的情绪呢，就不像我们这个被驯化的人，就是我们生气有时候是身在自己，不会去表现出来，但他的情绪会。很天然的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就要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我想生气，我就想发脾气；我想发脾气，我就要这么做，我不会去克制自己。对。然后我看了这5句话以后，我就说：“哎呀，这给小孩交作业不是该用这5句话吗？”辅导作业。所有在网上你看到很多家长发那个短视频，对吧？交作业很崩溃吧？对。我觉得这5句话是一样的。是。然后呢，我真的用了这个方法，我跟我们家孩子说：“你拿张纸写出来，在我给你交作业的时候，你不希望我说的话。”他就写了5句话啊，不是，他就写了就好几句话，差不多的，就是你不要说，哎呀怎么错了，或者说你不要看着我说怎么又错了，我跟你讲过，他就真写出来了。然后我说好，把这个纸放在这儿，我继续跟你讲作业，我就不说这几句话。我发现效果之奇迹，效果特别好。关键是我发现你用了认可疗法，效率还高。关键我发现，原来我不说这几句话并不困难。对，我为什么偏要说这几句话？而且呢，这个方法我后来就发现，这个把对小孩和对老人是一样的，这个事儿，我发现是载论的，因为。蒙特梭利，我们都知道他是儿童教育费。对。然后我在做调研的过程当中，居然发现蒙特梭利有认知症照护法。对。然后你对照是一样的。对。其实认知症里面有很多的疗法，都是跟儿童教育、跟心理学、跟它并不是说一个剥离的。今天说我针对认知症独创了一种什么嘛？其实你看他的行为特征，我想哭就哭，我想笑就笑，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其实就跟小孩的那种这个状态是很相似的。所以他就会用这种如何去儿童教育心理学的一些方式方法去转移过来。蒙特梭利对儿童的教育法里面啊，比如说他第1条说尊重每一个孩子，无论他们是否有心智障碍，而他照顾认知症是一样，他叫尊重每一位长者，无论他们是否有认知缺损。而儿童教育呢，它的核心在于说要对生活有帮助，跟照顾认知症一样，也叫做对生活有帮助，可以怎么帮他继续有意义的生活。是的，没错。这个我们就尹老师真的，我们人活着活着，从儿童又回归到回来了，就是这个莎士比亚就是这么说的呀，人老了就回归了孩童时代。您怎么看这个人生这2头如此的相似？是这样子啊，就是还是从寿命的角度讲，我们很多的今天的家长是第一次学怎么为人父母，也是新课题。它是新课题，对吧？也是第一次学会怎么照顾有认知障碍的父母，
以前的父母活不到这么大。没错，这还是个很根本的问题，不是肿瘤多了，不是心脑血管多了，不是阿尔兹海默、帕金森多了，是我们智人寿命集体在过去的1个世纪我们翻了3倍，从30现在到90了。就是长寿嘛。这个丫头01年的嘛，算下24岁，她肯定是100岁人生了啊！就是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讲那句特别重要，他是个病人。对，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他出现了什么样的障碍，我也不仅限于就是阿尔兹海默的群体。对，他说的世界对他是真的，对你是假的；你说的世界对你是真的，对他是假的。你们俩活在2个完全不同的，但都是客观的世界里，所以就是唯心跟唯物在这一刻实际是一回事，心外无物。你要尊重他看到的是真实的现象，他觉得有人偷的东西了，他是真觉得；对，他找不到东西了，他是真找不到。在他的世界里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所以你要尊重他，把他看成这个问题。第3个点，就像您刚才写出的5句话，我们再去面对很多抑郁症的孩子，最不能说的话是什么？你想开点，他要能想开，他就不抑郁了。对，就跟你说这个人正在咳嗽，哎，别咳，你不咳嗽就好了，你忍着点儿，越说越忍不住。对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是我们在所有的我们叫其实神经和精神疾病也分不开的，很多精神性从它的表现官能性上是精神性的，气质上是神经性的，这2部分实际上高度是趋于一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明白，他们就是一群病人，你不能让他以得病的方式用同样的这个钥匙去开这个锁，这是开不开的，你必须换一个维度。因为它不是正常老化，它就是一个大脑的这样一个损伤和引起的。是这样，对他来讲都是真的，你没有办法去怪他，怪他就会让他进入到一个无限的循环。他跳楼给你看，来证明，以此来见我并不是想不开，我就是因为我想不开了。你最要说的话是什么？我陪着你就行了。他只是需要这么一句话，他需要是共情。对。啊，我讲的这是一个非常多的，其实都是有共性。第4个事情，一军，你刚才在这个片子里讲了一句话，我当时心里面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事情。你比如说，你在讲不去纠正他们的胡话，不去揭穿他们的错误。我们好像对社会上很多人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对某些领导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要去谈一个单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亲人做不到呢？我们的功利心在作祟啊。所以就是还是把父母当成了好像是随便都可以对待的人，还真是有这种权力关系的。有，对父母对孩子都是一样的，都觉得他是你打不断的关系，都觉得怎么对他都行。我们很多人在外面当孙子，回来当爷，客客气气的，就是很多是这个问题，我见过好多。对，这个我也很受不了。明明你可以在外面去解决问题，回家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儿子也罢，父亲也罢，老公也罢，我指的是我们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就您刚才讲到的，孩子和老人是不是回去了？不是，孩子是一个欣欣向荣往上在走的。我们想要找一个给孩子的护工，那是很容易的，或者保姆、阿姨，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新生命的崛起，他的合成代谢、他的认知、他的各方面给你的自我反馈。其实每个人面对年轻人都会变年轻的。很多科学家就一定身边要一群年轻人，来不断的去刺激他，要带学生，是这个样子。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接触到更新的一些对应的一些知识，包括他们的这个状态，散发的这种我们叫费洛蒙这种信息素，一种年轻的气息。老人是有老人味的呀。以我们整体来讲，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机能都在衰老。老人是什么呢？如果这么去比喻吧，如果年轻人你看到的是一个春天的花园，你看到了它已经要到夏天的繁盛，老人是一座古城，它是一座古城，有些东西不好用了。但古城也有魅力。是的，我们要去学会欣赏古城的魅力，我们要去学会在这个古城有哪一些点上，我们依然可以把这个古城的这个点的光辉让它发挥出来。就是你刚才讲到我们看到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角色扮演。我上一次看到这个场景还是在甲方乙方里，但我相信对，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我跟您求证一下啊，说您小时候就是父母花式夸你是吗？把你夸的是真的吗？是真的。他们是在跟你演戏吗？还是就夸着夸着就真的变成了一个？我觉得他们不懂，他们可能没有这么高的育儿理念。但他们有一件事情，因为生我太不容易了，我妈流产了6个，我是第7个，就是要不下来孩子，就是这个样子。我妈是25岁结婚，35岁生我，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年代，他俩一个41年，一个45年，是老来得子，所以就是特别怕我出什么问题。我生出来的时候是生了一半，然后发现不行，头太大出不来，然后再倒回去，再剖宫，
哎呀，然后整个出来的时候身子是紫的，然后又在氧舱里，就是在这个当时的急救箱里又待了大概好像有36个小时还是多少，所以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他们特别的去想尽办法让我去可能体会这个世界的美好，是不是当时觉得我活不过20岁啊？赶快让我去看一看，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生命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如果真的能用一种方式，其实你说幼儿园一群孩子们过家家有什么意义呢？那一群老人在一起过家家，为什么就没有意义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本身来讲，实际上他们是一种循环的映射，它不趋同，但是踩着相同的韵脚。是的。然后刚才看这个片子呢，还有一段我确实是很感动，就是大家很多人在讲这个大便的故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岂有见疮痍下痢，浑身长满了疮，得了痢疾，臭秽不可沾，人所恶见者，但发优怜期许之意，不可起一念芥蒂之心，是无之至也。所以什么叫医生，什么叫医者吧，刚才这些小家伙们他们都是。你可能觉得那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子女未必做得到。对，子女宁愿花钱，可能他未必做得到。是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中，他们恰恰是承担了一个看起来简单，但是却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是去为我们很多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的晚年，让他们有尊严，有尊严的活，让他们有尊严。所以也有这样的人，也很伟大呀。比如说南丁格尔，比如说修女特蕾莎，他们都是一样的，总是要去爱人的。我想这个是很了不起的。特蕾莎修女就说过，他们因为当时是一直接受那些濒死的人嘛，就没有办法治了，给收。然后他就说过一句，他说他选那些来帮他忙的这些人哈，这些修女，他选的人是什么人呢？特别能吃，特别能大笑，就他的性格本身要足以开阔、乐观。对。像您觉得你们怎么挑人的时候，这种做照护师是不是他有特别的性格？真的，因为我听说不能，他们不是这个叫护工，不能是这样叫，叫护理师，护理师啊，护理师特别好。甚至都没叫护理员啊。我觉得这其实是让这个工种，我觉得更加有价值。它是有专业性的，它不是我们今天只是照顾他吃喝拉撒睡的一个叫传统的叫护工。大家其实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有照护能力和照护专业的一个专业度的一个工种。其实也慢慢，我觉得其实要让全社会去认知，照顾其实不仅仅单的是生活照料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挑选，其实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这样一个角色的，它不是高低贵贱，不是说今天你学历高低，我坦白讲我自己可能让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可能都做不到啊。但是不是说我今天好像是嫌弃或者什么，可能我的性格和我的这种，他就不适合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在总结了这么10年的时间，我们的这个一线的，像我们的管家、护理师，我们最叫我们的3化。3化3星啊，就是3化是我们指年轻化啊、知识化和专业化啊，3星我们指的是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心。就是这3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你看我们很多小孩，不管他20多岁还是30多岁，他们都很年轻，但他们有个普遍的特征，他们很乐于跟老人相处。其实这个其实特别难得，这是个非常难想象，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因为我以前也见过很多小孩，就是你像说20多岁，就像大家想象的，应该是不愿意跟老年人，这有时候家里爷爷奶奶是不是都不一定这个多搭理，是不是？但是的确有一些，我觉得我们的小伙伴，我慢慢挑选出来，他就是乐于跟老人交流，他觉得很开心，他是投入感情了啊，就是说，所以他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叫专职儿女嘛，就是说他更多的是一个其实也是个专业角色啊，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照料者这个角色。所以刚刚讲到，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去，一定是有人会退却的，因为他今天可能选择了这个专业，读了我们叫老年服务与管理啊，不代表他真的认识到他今天要去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工作，面对怎样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很多都是大2就开始到我们的机构里来实习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慢慢的认知到他学习的内容和他将来从事的这个工作岗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刚才那个像金丹他讲，他已经这么多年，慢慢他一开始其实也是从很摸索的一个阶段去慢慢学习，但是他从他的这个刚才你们会发现，他们的讲话速度
他们的交流方式都很慢，是不是？你看他们已经习惯了跟老年人的这个交流的方式。你看他说话的那个节奏，包括断句，其实都是老年人比较偏好的这个方式，跟我们的这个讲话，比如说我讲话会比较快，其实老年人他可能就不一定接受我这种讲话的速度、讲话的这种方式，但他们已经慢慢在工作当中去学会去交流啊，等等的。其实他不在于说今天到，因为刚刚讲已经是个病人了，对，他不在于一个血缘关系，他在这个牵连，他们是因为通过他们的一些专业的方式方法，获得了老人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就是他们有一次跟我讲过，他说，哎，可能老人跟他说，哎，我想去找妈妈，就是其实他本质，其实他们最后他其实缺乏安全感。对，他并不是真的说今天要找到妈妈，所以一旦他们慢慢的掌握了这个专业的知识和方法以后，他就很容易获得这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认可。一旦获得信任的话，他们才会接受你今天对他的所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个是第一步。所以。对我自己在有一个这个微信群里面，他们都在讨论机器人养老啊，但是我感觉这个工作好像不太能被取代，是吗？因为你得这个信息没有那么简单，是，你得怎么去消化它，怎么去理解它，因为之前看到网上还传过一个视频，说我们的社区里都是机器人了，我也不知道是谁传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距离到养老这种直接的服务，我觉得距离还非常的远。对啊，但是机器人可能能帮助一些我们老人去起身，因为你有时候扶老人，你怎么用力量啊？对，我后来一直在健身，就是为了让能把我妈包起来。其实我们的增肌，我们的护理师很多都是腰会劳损，你没看他们这么年轻，因为他不会用力嘛，就是说就会因为老年人很沉，他没有力气去帮他扶。但这些其实是有很多的现在的科技的一些辅助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情感上的这种达到这种程度的，我觉得是很难。我觉得在养老服务里面很难去被替代掉。我发现我妈妈就是这样，我妈妈原来我都不知道，原来我都是就是让她起身呐，或干嘛上厕所我都是从旁边搀着她一个胳膊来，1、2、3，咱们起来。我后来发现，像他们这样的老人，因为他也自己知道自己生病，他就特别缺乏安全感。我妈妈最早老跟我说我害怕，我说你怕什么呀？我在门口给你站岗，你不用怕，就是都这样的。他就是缺乏安全感。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个我也得感谢我们家那个阿姨哈。就从后面，你看我那个视频上有，我是抱着他，从后面抱着他，我的这个腹部是贴在他的背上的，他有安全感，他有安全感。我老跟他说，我说老妈，你背着我啊，背着我走。他有的时候还说我哪背得动你？我说那你也必须背，你背着我走。我其实是这样完手放在他的那个腋下，因为你的接触面不够，他觉得你。对他觉得空空的，他反而觉得他动不了，所以你就要找到这种方式，就是每个不一样，方式方法，然后要有人要有人力等等，对，哎，我们这个社会资源等等。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养老观念的问题。对，很多人要么呢就是说啊，我把父母如果送养老机构是很不孝道，是。要么有的人特别有意思，我碰到的一些非常独立的女性，然后。就是老师啊，就是年纪大了嘛，然后就问他说：“你将来有没有想过？那你怎么养老？”他说：“你要是那个失能失智，那你怎么办？”他说：“我自己了断。”对，很多人那时候你都连了断的能力都没有了。像尹老师，您这么科学的人，你想过自己怎么养老吗？对，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莫看人对己，且看人对人嘛。我们看到了一代代的照顾，其实就是在影响下一代人嘛。我是很赞同的，机器人再牛，人之间的这种安慰，至少在情感、在映射上，也许机器人把人类都灭了，但是它依然不能在我这个维度上取代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彼此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这个很关键。我也把现在算是科学界吧对这个事情整体的一部分认知，是跟大家能对称一下，至少到这一刻，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目前前沿探索的最高水平。头30年。我们都快放弃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成功的，我们说看到了有效，直到就是这5年刚才讲到的，至少单颗粒抗体药物，我们现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对中期以下的至少可以让它不进展，这是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的数据。尤其是这个2个药物在301在海南的博鳌乐城都已经用了，我们看到了实证证据 OK 的，唯一的问题是麻烦，一直要抽血去这个监测，一直要去很贵的药物再去注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也很建议的，40岁以上，当然到50岁以上，我觉得就应该是必须了，注射
疫苗有一个病毒就是叫做我们在小的时候管它叫水痘病毒。年纪足够大了以后，都接过诊啊，那个是就是你看见留疤的那是天花，我现在说水痘。但是现在呢，年纪大了以后呢，现在这个病毒我们叫带状疱疹对香港叫生蛇病毒。对。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是英国人做的。刚好在一个点上，比如说，我们就说是具体年份我忘了，我们比如说就1940年，如果1940年1月1号以后的人和1940年1月1号以前的人，他刚好在这个点上，前面的人就打疫苗。给他打一种这个，它是一种减毒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后面人就不打。这个在诺奖当中，这个是断点回归法，这恰好是2020年左右的一个经济学奖。实际上这就是天然的证据，他就在这个断点前，因为只有这一个点上，大家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就打，后面人就不打，差了20%的我们说整体的一个认知障碍发生率。因为还是跟免疫相关的，就是这个，因为国产已经有了，对，社区都能打，而且我们假定不考虑一切因素，得了这个病也很痛苦啊。对，带状疱疹本身，那带状疱疹本身就是免疫力嘛，就是免疫力低，因为很多在阿尔兹海默脑结液当中发现大量的我们就是人源的病毒，所以你要先把免疫问题解决掉，所以就是这是个副产品，但是依然鼓励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这是一个就是无心插柳的一个事情。从预防的角度来讲，目前来看，我一直鼓励。学音乐，学2外，早点开第2外语，早点学音乐，要用远缘脑区，用原来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脑区。所以现在老年大学钢琴班都报了。您是会什么乐器？能问问吗？我弹吉他，我也弹古琴，就是没事也会就玩一玩。其实这些呢，就是音乐本身来讲，对人的治愈，就跟您刚才讲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多音乐家都特别长寿，数学家、音乐家都特别长寿。科学家基本上都喜欢音乐，因为万物皆数。接数就是所谓的和弦本身，它是符合12频率律和我们的宇宙当中的一些和谐的所谓波形是，就是杨振宁先生的对称之美，它其实都是在里面。这一部分我觉得是要支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说打麻将预防老年痴呆，它实际上的本质是打麻将可能促使了它产生大量的反馈，它一直活在了一个有反馈的一个世界里。对，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听觉的丧失是非常关键的，对，所以如果听力一旦丧失，早一点配助听器，不要觉得这个很丢人。一旦听不见，他就不爱说话，对，他不爱说话，实际上我们把我们俩我们俩关到，我们这么能说的人，我们都一样，关半年你可能不会说话，对，因为你不用了，对，就不用说别的，你2年不出国，你英语都讲得慢了。所以就这个过程中呢，不是说打麻将本身，而是要参与到某一个固定的社团当中，特别是能跟自然相接触。所以很多人就一旦不运动了，就会出这个问题。那我就要说回来了，所以其实对老年人的预防他的摔倒是非常关键的。中国的本身这是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女性更年期骨质疏松，对，雌激素治疗或其他的方法，这一部分本来我们认知就不够，对，就导致很多女性其实最终是因为我们叫它是衰老性骨折。它不是不小心，是它站不住了，是它的骨密度以原来的方式，它不足以支持，它按原来的方式还能站住，这跟爹妈不小心没有半毛钱关系，他病了，因为骨质疏松，对，所以要学习如何正确预防摔倒，因为摔倒就是造成瘫痪，瘫痪就造成不沟通，不沟通就造成痴呆。它本身来讲，我们看到这一步已经是最后一步了，它前面至少有20年的，我们说整个的一个早中期，甚至出现我们一点点的一个认知障碍。所以家里面对整个适老化的改造是必须的，我们会给孩子的桌子上包上桌边，我们不会给妈妈做一张能帮他都不要机器人了，那个床能不能升起来？像我们的这个一般的，比如说商务车的这个座椅，它能升起来。有些老年人不愿意翻身的本质原因，他翻不起来了，他的肌肉不足以累积出来足够的力量让他翻起来。浴室里面需不需要有能够让他在这个，比如说就不要说蹲便了，坐便他能不能有借助胳膊的力量帮他撑起来？因为人类的大肌肉群还是好的，大肌肉群基本还是可以做的。就是家里的适老化改造，单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一个呢，也比较感谢泰康就摸索了这样的一套好的方案。其实你说现在是不好就业吗？我们功利一点讲，这个活可能还不一定能找到足够多人干，招不到人，招不到人。我们现在急缺，所以其实是错配。所以在这一部分其实是有大量的机会。那这样的一些行业，其实应该是有一个巨大的国家层面上的职业教育的点，要推进一下。为什么？因为60年前是中国的婴儿潮啊，是每一年2000多万人的，这个趋势还有10年。第二波婴儿潮已经来了，2亿多人在未来的10年会到
我们的所谓的60岁以上，我们的新生儿毫无疑问的就这个数字的1/3。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样这边要对付少子化，怎么去做，怎么鼓励生育，这部分要想，那这多出来的这几亿的老年人，我们怎么照顾？这不仅仅是我们对应的一系列的，你说机器人呐、脑机接口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但最终人的问题还是要人去解决的。对，所以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大量的，在我来看，也是解决我们当下非常多难以就业的一个很好的切口。是，其实就说，我自己也遇到很多年轻人，他自己本身觉得这工作不错，但他后来为什么放弃呢？是一种羞耻感。是因为大家觉得照顾老人是一个很低端的工作，端屎端尿。然后呢，因为传统社会都是那种没有文化知识程度的这些大妈在做，他觉得我的这样一个做的工作是不是就跟他是一个对等的这个工作？所以刚才想说，为什么我们想叫护理师去认可他的这样一个专业价值？其实是说我们希望未来的这个照护随着社会的进步能够越来越专业。今天无论在养老院或者说在居家，其实你本质上都是需要有人照护啊。这个照护者的专业程度可能决定了家庭的负担，决定了我们这个被照顾者的幸福感。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企业，它一个全社会。我觉得首先得树立今天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我说像这些小孩，我觉得就应该被看到。他们从事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被认可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的价值不亚于一个医生，不亚于一个护士。他们可能也是在看病。他们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在让他的这个生活，我觉得更有尊严的去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说的真好。我本来呢，最后想说人，我感觉啊，听了我们关于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啊，从认知症说到了很多人生的方方面面。我本来觉得说人生的尽头应该是热爱和被爱，因为刚才您说的，我们需要有你爱的一个兴趣爱好呀，或者是你被别人尊重，对吧？但我想来想去，这个热爱和被爱本质还是什么呢？它最后还是连接。本质上人生最后还是我得有所连接。对，我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原子，我就是要跟大自然、跟家庭、跟社会。对，我在这个连接过程当中，我的意义就产生了。只是你连接的方式方法可能不一样了。我们国家说了，2030年啊，要把这个宣传公众对老年痴呆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是80%。我们的宣传形象大使，我们今天都做到了，任重而道远。好，对，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各位。好的，好，谢谢。记忆保卫战呢，得提前打响。预防阿尔兹海默病需从年轻做起。阿尔兹海默和其他所有的慢性病都不是突然停摆的生产事故，而是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累积的产能损耗。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熬夜加班、高糖饮食、久坐不动，他们其实都在默默地改写着我们神经工厂运营手册。现在让我们回到最现实的层面，面对这些科学警示，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做？或许可以把大脑想象成需要长期维护的一台精密仪器，那每周要运动，这个运动就相当于给你的血脑屏障做深度的 SPA， 保持 BMI 健康，最好24以下，就相当于我们去清理神经突触间的交通拥堵，每天充足规律的睡眠，这是启动脑脊液的夜间排污系统，真的可以洗脑啊！还要健康精准营养，多吃蔬果、纤维素，补充氨不饱和、多饱和脂肪酸这些抗炎效果的食物，它们都是我们神经元的天然保护盾的。这个研究的真正启示是在于，它重构了应该说认知健康的时空观。我们以后谈老年痴呆预防的时候，不是说到了银发的时候才去想，而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告诉你，这是一个贯穿整个成年期的认知马拉松。所以我们以后不管是撸铁，还是放弃了油炸食品，在深夜早早关掉的手机屏幕，都是在为30年后的你啊提前做准备。阿尔兹海默病的种子也许真的在24岁就开始落地了，但它会不会很快的生根发芽，以及它到底要怎么长，别忘了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中，您怎么过今天就怎么过今生。